本視頻耗時744小時制作，共計1737秒，不知道多少字，包含了從做米飯到坐飛機的，學校不教，自己不會的29個地球新手入門教程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不知道怎麼煮米飯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素之如何煮米飯。首先要確定有多少人吃飯，按照每人100克量米，多是胃口大的，建議加50克。有時間可以提前把大米泡1個小時，然後就是洗米，建議洗2到3遍就可以加水了。加水時可以把手指伸到剛剛好碰到米的位置，等到水伸到手指的第1個手指線就可以去煮飯了。注意，這只是粗略計算，每個電飯鍋的規格不同，大家可以嘗試幾次，找到合適的水料。煮之前一定要把鍋內膽外的水擦乾，還有可以加一點食用油和白醋，可以讓米飯蓬鬆不粘黏，這樣煮完就是完美的米飯了。無論你長得再好看，去買菜時是不是也不知道1斤有多重，1斤有多少兩？上課沒聽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奇貓要素之原是重量。首先我們要知道重量分為公制和市制，克和千克是公制，斤兩錢單為市制，為1斤等於500克，也就是10兩，對應為0.01擔。為100錢，換算每黃金常用的盎司鐲約等於17.64。若是用實物來比較，一張100元紙幣為1克，一顆雞蛋大約為50克，一台主流旗艦手機大約為200克，一瓶3塊錢的老大為500克，所以1斤的重量就約等於100張紙幣、10個雞蛋、2台手機、1瓶老大。如果你對重量沒概念，就可以拿上面數量的物體來嘗試。無論你長得再好看，是不是也不會做餃子，不知道怎麼包，不知道怎麼煮，逢年過節想吃餃子，只能點外賣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素之如何做餃子。首先需要準備餃子皮，我只推薦去超市或者菜市場買現成的。買之前要問清楚1斤有多少張餃子皮，然後要準備好肉餡、蔥、薑、花椒和八角放進碗中，用開水泡等待晾涼，然後將肉餡放進盆中，加入生抽、老抽、食鹽、雞精、胡椒粉、香油、蠔油，然後就可以用手或者用筷子攪動，一邊攪一邊分開3次加入調好的水，最後放蔥花和淋上燒熱後晾溫的油，這樣餃子餡就準備好了。然後就是包餃子，最簡單的方法是放入餡料，用2邊手指捏住餃子左右2邊合起來，再將餃子邊上下捏住就可以了。這期間可以提前燒水，等到水開後再加入餃子。這時一定要用勺背輕輕推餃子，避免把餃子劃破和粘鍋。蓋上鍋蓋，等水開了以後就打開鍋蓋，加入1碗涼水，重複操作幾次，解體微微鼓起，變得半透明。這時餃子就熟了。那麼恭喜你做出了一鍋完美的餃子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去購物時是不是也不會算折扣？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素之如何算折扣。首先我們要知道最基礎的折扣，例如95折、8折、5折就等於 0.95、0.8、0.5， 只需要將原價乘以折扣就可以得出價格。部分商场或者餐廳為了促銷，則會推出買1送1、第2件半價、滿減、多人免單等優惠。這一類算法很簡單，只需要算出平均單價即可算出折扣力度。以100元為例，買1送1就等於100元買了2件商品，平均單價為50元，換算為折扣為5折，第2件半價相當於150元買了2件商品，等於75折，滿200減30，每件為85元，等於85折，滿3元1人免單，相當於買2送1，原本每人300元變成了3人200元，每人平均67元，等於6-7折。這就是常見的商品類優惠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滿減類超出了滿減的那部分價格沒有折扣。若是充值類，如會員卡、電話卡的充值贈送類，以充值300送50為例，300除以350約等於 0.86折。最後祝大家學業事業雙順利，個人家人都健康，新的一年裡馬到成功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煮粥的時候是不是也會煮球、稀湯或者乾飯？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素之如何煮粥。首先要準備適量的白米，一個人大概在50到80克左右，將大米淘洗1到2遍。煮之前也可以加幾滴油和少許水浸泡10到20分鐘，可以讓米更容易煮開花。接着是加水環節，如果使用電飯煲煮粥功能，米和水的比例建議為1:6到1:10，可根據自己喜歡的濃稠度調整。加完水後放進電飯鍋，選擇煮粥模式等待即可。如果使用明火煮或電飯鍋無煮粥模式，米和水的比例建議調整到1:8到1:12，需要先將水燒開再下米，這樣能防止粘底。水煮開後轉中小火慢熬，期間最好不蓋鍋蓋，並不時拿湯勺攪拌，防止溢鍋。等到米粒開花，粥變濃稠就差不多了。熬煮過程中覺得太稠就加開水，太稀就繼續熬一會，直到調整到自己喜歡的濃稠度。若是想喝雞蛋粥，可在出鍋前3分鐘淋入蛋液攪拌成蛋花，出鍋前少量多次的加入鹽等調料即可，這樣就能煮出適合自己口味的粥了。當然還有一個協修快速煮粥的方法，直接用生米飯加水煮10分鐘左右即可，口感不如生米煮的綿密，但非常方便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看日曆的時候是不是也不知道什麼是公曆，什麼是農曆？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素之如何看懂日曆。要看懂日曆，首先得區分公曆和農曆。公曆又稱陽曆、新曆，是我們日常上課、上班、看周末安排用的數字日曆。一年通常有365天，閏年366天。農曆又稱舊曆，陰陽合曆則是印在數字日期下方，用漢字表示的日曆。平年有354天，農曆每月的第1天到第10天稱為初1到初10。我國大部分傳統節假日，如春節、除夕，都是以農曆為準固定的。由於公曆和農曆一年大約相差11天，所以每年農曆節假日在公曆上的日期都不相同。每過2到3年，這個差距會累積到約30天。為了讓農曆跟上四季的變化，這時就會增加一個閏
月，分月相當於把某個月份過完後再加一個同樣的月份，但節日不會重複。比如端午節固定在5月初5，之後的閏5月就不會再過一個端午節。雖然節假日不重複，但如果你過的是農曆生日，倒是可以在閏月再過一次，無論你長得再怎麼牛逼。是不是也不會去 KTV？ 學校不教，我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邦藥水君如何去 KTV。首先在任意有團購的 App 上搜索 KTV， 選擇一家離你近、價格合適且評分高的 KTV， 點進去查看詳情，挑選想要的團購套餐，重點看清適用時間段、時長、包房大小適合幾人，以及是否包含酒水。如果套餐不包酒水 ，KTV 裡面買會比較貴，建議提前在便利店買好。雖然很多 KTV 規定不能外帶酒水，但只要用包裝好，服務員通常不會管。下單前，強烈建議先打個電話給商家，確認一下團購套餐在今天這個時間段還有沒有包間，確定有位後再下單付款。付款後你會得到一個團購碼，建議直接截圖保存。到了 KTV 直接繳前台，說明你是從哪個平台團購的，前台就會讓你出示二維碼進行核銷。核銷完後會有服務員帶你進包間幫你開機。進包間後可以先觀察一下，如果沒看到洗手間，可以問一下服務員位置，或者讓他直接帶你去。包間裡一般有2個麥克風，上面配有麥克風套，記得先套上再使用。套好後可以進行試麥，如果沒聲音，檢查一下麥克風底部或手柄上的開關是否打開。接下來是點歌環節，大多數 KTV 的大屏幕上都有二維碼，微信掃碼關注商家的公眾號後，就能直接用手機點歌，不切歌、調節燈光、不叫服務員了，非常方便。特別注意，點歌功能都是免費的，千萬不要開通公眾號裡的 VIP 會員。唱歌時如果麥克風突然沒電了，可以在手機上或者包間門邊的控制屏上點擊呼叫服務員，讓他們來更換電池或麥克風。如果你團的套餐包含了酒水零食，服務員稍後會送進來，到時間後檢查一下隨身物品是否遺落，就可以直接走了。就算自己帶了零食，產生的拉筋也不需要自己清理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不知道電話卡該怎麼辦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邦藥水君如何辦電話卡。首先要確定好自己要辦理的運營商，每個運營商的特點都不同，大家可以截圖保存參考。確定好後，在地圖軟件上搜索並找到離你最近的營業廳，要注意營業時間，別跑空。如果你是未成年人，辦理電話卡需年滿16周歲，並且要由監護人陪同，帶上戶口本、雙方身份證到當地營業廳辦理。如果你未滿18周歲，但已經工作，可以帶上能證明有收入的材料，連工作證明、工資流水等，到營業廳嘗試辦理。到營業廳後和工作人員說明情況，然後按照工作人員的指示進行人臉識別，簽字確認就可以領卡。一般在領卡前會讓你選號，同學們可以優先選連號、正號等簡單好記的號碼。此外，在和工作人員辦理套餐時，可以先詢問能否辦理5元或8元的保號套餐。如果被拒絕，可以先辦理工作人員推薦的最低額度套餐。拿到卡後，下載打開對應的線上運營商軟件，找到客服中心，輸入人工客服即可在線辦理保號套餐，將這個卡作為電話卡使用，然後再從網上辦理一張流量卡，這樣搭配更划算。注意網上辦卡套路多，一定要看清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不知道電影怎麼看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邦藥水君如何看電影。第一步，在抖音團購或者其他官方購票軟件找到你想看的電影，點擊購票系統會自動顯示附近的電影院，你可以選擇觀看日期和影廳規格，選定電影院後就能看到該電影的場次列表。點擊購票前，請注意查看場次的開始時間、散場時間、影廳號以及語言版本和是否為3D場次。如果是3D電影，需要在賣品區或售票前台購買3D眼鏡，建議戴眼鏡的同學選擇夾墊型3D眼鏡，佩戴更舒適。確認場次後，點擊購票開始選座，建議選擇中間區域的最佳觀影區，座位圖上會顯示可選座位和已售座位。選好後點擊購買電影票，支付完成後，系統會生成一個取票二維碼。到電影院後有2種取票方式，一是在售票區向工作人員出示二維碼取票，二是在自助取票機上點擊取票，選擇掃碼或輸入取票碼，完成後從出票口取出電影票。接下來是線上買票方式，在售票處告知工作人員想看的電影、場次和座位即可支付取票。部分電影線下買票會比線上便宜。檢票前，如果想買零食飲料，可以在檢票前到賣品區購買，也可以自帶。電影院一般沒有限制。取票後找到檢票處，將票交給檢票員，這時檢票員會將副票撕換給你。拿到副票後即可進入領票區域，通常上方會有指示牌，可提前留意洗手間位置，這時跟着指示牌走就能找到對應的影廳。建議提前到場，電影開始前影廳的燈會亮着，方便找座位。如果觀影前臨時有事需要退票，請注意部分電影院不支持退票。電影結束後，如果忘記洗手間或出口的位置，跟着人群走一般都能找到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會出門就分不清方向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邦藥水君如何分清方向。首先我們在白天抬頭看到很刺眼的東西就是太陽，而每天早上的時候，太陽升起的方向是東方，左右分別為北南。正午時，太陽的位置在南方，左右分別為東西。下午則在西方，左右分別為南北。也可以看路牌，藍色路牌代表東西走向的街道，綠色路牌代表南北走向的街道。或是手上帶有指尖手錶，則用當前小時數除以2，將得出的小時數對準太陽。此時12點的方向為北方。另外，大部分建築的陽台無窗戶的一面會朝着南方，也可以找螞蟻窩，螞蟻洞口會朝着南方。還可以看樹葉，樹葉茂盛的一面為南方，稀疏則為北方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
是不是也分不清什麼是實歲，什麼是虛歲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處置如何計算年齡。首先，周歲也稱實歲，是國際和法律通用的年齡計算方式，在填寫各種個人信息時都應填周歲，而虛歲則為中國傳統獨有的年齡計算方式，所以兩者的計算方式不同。周歲的計算方式，在你出生的時候為1歲，每過一次公曆生日則加1歲，注意只能算公曆生日，若是在農曆過完18歲生日，在法律上依舊不算成年人，不能單獨住酒店、進酒吧。而虛歲的計算方式為，在你出生的那天就為1歲，每過一個農曆新年就加1歲。若是在大年30晚上11點59分出生，那麼虛歲則為1歲，再過1分鐘就到了農曆的第2年，此時虛歲為2歲。所以每個人的周歲和虛歲會相差1到2歲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不知道怎麼煎雞蛋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處及如何煎雞蛋。第一步，熱鍋，只需灶火開到最大，燒1分鐘左右即可。也可以在熱鍋途中裡加幾滴小水珠，若是水珠在鍋裡滾來滾去，就可以倒油了。倒油時在鍋的周圍快速的繞一圈，並晃動鍋，讓油均勻覆蓋鍋底。此時按個人口味加入鹽，可以更入味。若是想要顆粒的口感，也可以在煎蛋出鍋前加。倒完油後，將灶火關到最小，加入雞蛋，等待1分鐘左右，蛋白邊緣開始變得焦黃起泡，就可以用鍋鏟將雞蛋翻面。此時再煎半分鐘左右為流心蛋，1分鐘為溏心蛋，1分半為全熟蛋。同學們按照自己口味選擇即可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見到親戚時是不是也不知道稱呼才算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處及如何叫親戚。首先是長輩稱呼，父系長輩中，父親的弟弟叫叔叔，其老婆叫嬸嬸；父親的哥哥叫伯父，其老婆叫伯母；而父親的姐妹叫姑姑，其丈夫叫姑父。他們統一稱你為侄孫或侄女。母系長輩中，母親的兄弟叫舅舅，其老婆叫舅媽或舅母；母親的姐妹叫姨媽，其丈夫叫姨父。他們統一稱你為外甥或外甥女。若父母有多位兄弟姐妹，則按大小排序稱呼，如大伯、二叔、大舅、小姨等同輩稱呼。父系兄弟、伯父、叔叔這些同姓的孩子是你的堂親，比你年長的叫堂哥、堂姐，年幼的叫堂弟、堂妹；父系姐妹、姑姑以及母系兄弟姐妹、舅舅、姨媽的異姓孩子都是你的表親，比你年長的叫表哥、表姐，年幼的叫表弟、表妹。那你知道你姐姐的丈夫的妹妹的老公叫什麼嗎？最後，由於坐高鐵那期視頻一直被違規限流，所以需要再次修改後上傳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不知道長度單位怎麼算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處之練習長度。首先我們要知道寸、尺、五、丈，例如現在的公制單位不同，它們都是世制單位。歸於很久的古代，當時人們沒有統一的測量工具，於是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尺子。1寸則是中1里寸口，距離手掌的距離。現在的細寸約為3.33厘米，而1尺在每一個朝代可能不同，所參考的身體部位也不同。現在的1尺約為33.3厘米，大家常說的7尺男兒，如果按現在的標準來算，約為2.33米。還有丈，最早是指古代一個成年男人的身高約為10尺，按現在的標準來算，約為3.33米。所以男子又稱為丈夫。古代也有很多關於丈夫的詩句，而里並不是我們常說的公里，1公里等於1000米，但是1里只等於500米。或是某電動車寫着續航200里，實際上等於續航100公里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不知道寄快遞該怎麼辦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處之練如何寄快遞。若是線上寄快遞，要清楚當地有無快遞上門服務，然後打開快遞 APP 或者小程序，填寫寄件人和收件人的姓名、電話、地址，並且選擇物品類型、估算重量，選擇上門取件，填寫好上門時間。此時系統會顯示運費信息，下單完成後會得到一個寄件碼，等待快遞小哥上門後，將快遞交給小哥，並出具寄件碼即可。記得提前打包好包盒，注意不要寄違禁物品。然後就是線下寄件，需要帶好身份證和要寄的物品，注意未成年也可以寄。身份證只是用於實名驗證，在地圖軟件上搜索想要寄件的線下門店，到達後和快遞人員說明寄快遞，然後工作人員會讓你掃碼。接下來的操作和線上的一樣，最後就是稱重並支付費用即可。接下來就是快遞的選擇，順豐和進洞最快，文件、身份證、生鮮等優先寄順豐，郵政覆蓋率最廣，哪裡都能寄。重要文件、顧及材料或者寄往偏遠鄉村，選擇郵政。其他的物品哪個快遞便宜選哪個，若是超過20公斤的大件優先選擇幫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第一次坐地鐵時是不是也不知道怎麼辦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。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貓要處之如何坐地鐵。首先在地圖軟件上選擇好目的地，如果沒有直達地鐵，地圖上會顯示需要換乘的線路，此時需要根據導航前往第一條線路的起始地鐵站。到達地鐵站附近時，會有地鐵標識以及線路號的立柱，按照指示找到像這樣的建築就是地鐵入口。下去之後，按照頭頂的指示牌走，就能找到安檢口。接下來就是購票，線下購票需要按照指示牌找到自助售票機，按照售票機指示完成購票後，就會得到一張地鐵單程票。都是線上購票，打開藍色或綠色軟件，搜索乘車碼，並開通當前城市的地鐵乘車碼即可。然後就是過安檢，安檢時攜帶的行李和包包都要過安檢機。注意，如果帶有瓶裝水，安檢人員可能會要求你喝一口。攜帶的充電寶一般不能超過2萬毫安。過完安檢後拿好行李，找到檢票閘機，將單程票或二維碼放到對應的感應區即可過閘機。接下來按照指示牌就可以下到地鐵等候區。要注意，雖然兩邊都有地鐵，但方向完全相反，要留意指示牌或站台門上顯示的列車方向，並在對应車门的黃線外等候。地鐵到站後要遵守先下後上的原則，並在關門鈴響之前上車。進車廂後，如果所在車廂無空座，可以到其他車廂尋找座位。乘車時可以觀察車門上方的動態線路圖或地圖軟件的站點信息，以防坐過站。如果不小心坐過站，在最近站點下車，再坐對面方向的列車即可返回目的站。如果需要站內換乘，按照指示牌走即可換乘，無需再次過
過閘機。出站前要注意廣播的開門提示。出站時按照頭頂提示牌或地上的綠色箭頭到達出站層，此時要提前確定好出站口，接下來就可以過閘機。若是二維碼進站，再次掃碼即可；若是線下購票，將單程票投入閘機的回收口即可。出站後再次按照頭頂提示牌或地上的綠色箭頭即可到達地面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不知道銀行卡怎麼辦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，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邦要素之辦理銀行卡。首先我們要確定要辦理卡的類型，銀行有3類卡，我們要辦理的是1類卡。1類卡功能齊全，常用於大額存取款、理財等無交易限額，但是一般銀行會默認幫你設置限額，防止同學們被詐騙，一次性將金額全部轉出去。還有的2類和3類卡功能有限，有交易限額，通常用於日常消費和網絡支付，是我們要辦理的目標。接下來是要帶的材料，16歲以上的同學辦卡前要帶好本人的身份證，還要有自己身份證辦理的手機卡。未滿16歲的同學要和監護人一起，並且帶好雙方身份證、戶口本，可能還需要你的出生證明。接下來就是辦卡，要確定好自己要辦理的銀行，然後在地圖軟件上搜索銀行線下網點，要注意銀行的營業時間，銀行周末是不開門的。到達銀行後，在銀行大廳或者前台找到大堂經理，並說明要辦理銀行卡和辦卡用途即可。接下來就可以取號排隊等待了。叫到號後，工作人員會讓你填表，填完表後就可以在機器上填寫信息辦理，不用怕不會操作，會有工作人員拿着小棍子教你，當然不是打你，而是指點。通常完成後都是可以現場拿卡，按照工作人員指示激活即可。要注意，銀行卡不能租借或者轉讓，若是銀行卡涉及到違法事件，同學們一樣有責任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第一次去網吧是不是也不知道怎麼辦？學校沒教，自己不會，那麼歡迎觀看本期奇邦要素之如何去網吧。首先一定要滿18歲，去網吧前你要了解網吧和網咖的區別。大部分網吧環境很差，配置可能參差不齊，但是價格便宜，而網咖的環境更好，裝修更有設計感，配置高端，通常有多個分區，價格不一。可以在抖音團購上直接搜索網吧或者網咖，並選擇評分高、環境好、價格低的網吧。去之前推薦先打個電話，問一下還有沒有座位，並且一定要帶上身份證。去到店後，一般進門就是前台，前台上會有價格表，選好後將身份證交給網管，並說明上網幾場和充好網費後即可。要是上網中途要走，可以去前台退網費。接下來網管就會告訴你座位號以及賬號和密碼。寄到座位後，找到這個小裝置，按一下開機按鈕即可開機，登錄上機即可開始觀看學習資料了。到時間後，一般會有一個結賬下機或退出系統的圖標，裝機它，系統就會自動結算費用並退出登錄。注意關機前登錄的賬號一定要退出並清理登錄信息，防止賬號被別人登錄。無論你長得再怎麼好看，是不是也不知道怎麼和朋友去網吧？學校不教，自己不會，那麼歡迎觀看奇邦要素之網吧進階版。首先上網的精髓就在於包數，所以要想一整夜都有精神，一定要設到下午5點左右起床，此時立馬打電話約你的搭子出來上網。簡單洗漱後就到了晚飯時間，晚飯不用太講究，最普通的街邊盒飯、了葷一素即可。注意一定要吃辣的，防止刺激腸胃。在晚上開黑時一直去廁所，影響戰鬥力。吃完飯後就可以前往網吧了。注意這時一定要步行去網吧，因為剛吃完飯正是運碳的時間段，步行能提神，還有助於消化。為接下來的久坐做好鋪墊。到網吧樓下是一定要在附近的超市買飲料，注意千萬別買碳酸飲料，放久了非常影響口感。推薦買1瓶最大瓶的冰紅茶，再來2瓶紅牛提升戰鬥力。投之前問網管要1杯丁，就可以得到1杯國教。進到網吧後推薦選擇包間，價格雖然稍貴，但是好在安靜隱私，休息時不會被打擾，性價比極高。到了凌晨，此時肚子肯定餓了，此時去到前台或者店上下单1桶酸辣口味泡麵，注意一定要加雞蛋和火腿腸。等到早上6、7點結束通宵，剛好是早餐時間，此時來1份豆漿和2個麵包，吃完就回家。回到家後立馬洗個熱水澡，出來後你會發現還不困，可以趁着這個時間段把搭子做好戰後總結。等到補覺前一定要定好5點左右的鬧鐘，並約好你的搭子，晚上繼續戰鬥。好了，到現在所分享的內容就到此結束了，感謝大家的觀看。對了，如果喜歡我的視頻，請訂閱我的頻道，並點亮小鈴鐺，我會在下周同一時間發布下一期內容。謝謝大家的收看。